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咱们见面完了以后的聊天，我就觉得你特仗义，你知道吗？我确实是个很仗义的人。然后放烟花那晚，你在门外，你突然开始就跳上了那种，啊，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从我旁观者角度，我会突然觉得，哎，好可爱的这种。我在干啥？就是突然抽上了这种，你知道吗？不是那个才是真实的我。就是我突然看到一个那种不像是我们第一次端坐在那里头，很紧张，必须要强装主持人的那个你。我看到了你很真实的一面，然后突然好像从那会儿开始对你会产生一些更想要深入了解的兴趣啊什么之类的。是吗？是吗？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刚上来的话，就是我会有一个曲线吧。刚跟你认识的时候，我一定是比较外放的。然后呢，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我就是会踩刹车。因为我自我保护能力很强。但是要先保护一下自己，看看这个人是否能跟你再继续走下去。对。就我觉得我的朋友也饱和了，没有一定说可能必须要再多一些。对。如果是我认定你是我朋友的话，那就是那个心窝什么肝子肠子这全都掏给你了。所以等我要掏心肝肠肺肾的时候，都是这个人我要很相信了，不然我就会伤很重。因为我本身是个喜欢把心肝肠窝子掏给人家的人。我们俩其实都比较真诚地表达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都觉得现在的状态是非常轻松的，让对方感觉到非常舒适的。火锅馆，干饭！你要闻到香味了。开吃。真的是菜第一好和菜第二好的互佐语。谢谢老师。你要吃哪些？你捞。我想吃个蹄筋。谢谢。我听我们在讨论那个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回答的？就是你是喜欢一群朋友一起玩还是什么？我想一想，我感觉好像我的答案跟你那天差不多，就是会有两个人专属的一些时间或者一些时刻是需要两个人去享受的，但是其实叫上朋友玩也会很开心。我的 J 人属性会不太支持我做很多临时性的事情。那你对想一出是一出这件事的看法是？想一出是一出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看不同的场景。我就是很容易就是没事儿的时候突然想去干个什么事儿，或者我以前也有过，就是我可能知道我男朋友他今天是一个人去参加了一个什么他的那个娱乐活动是什么东西的，然后就偷偷去吓他一下。哦，你这个算是惊喜，这算好的小一出是一出。我跟你说，我回想起来，就是我跟老骆那个第一次我们碰头的时候也是吃东西，但是状态就不是这样的。咱们那天吃西餐不是也很那啥吗？是能感觉到你的紧张的。我是老紧张了，我不敢吃。所以那天你应该没有吃饱吧？没有。那后面半夜你补啥了没？没有。刚进小屋，我连冰箱我都不敢碰。作为一个新人，你不能上来就翻冰箱吃啊什么之类的。谁能想到后面就变成了个厨子呢？消食儿，消食儿。其实整体感觉下来，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人，你有80%是很开朗，是很豁达，是很可爱、很活泼的，但是有20%确实会偶尔出来作祟，让你自己很内耗。我心里有2个小人。对，所以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就是别给自己太多压力了。你不是非得去做那个主动的人，你也不是非得去做那个让所有人都开心的人，你可以去被动，你可以去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都可以的。
人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去限制你。就是，但是话说回来，就是如果我太沉浸于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的话，我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小。没关系啊，只要这个小世界里头有你属于你自己的精彩就好了嘛，对不对？其实我在昨天晚上敲开你房门之前的那一些心理活动什么的，我也是就觉得其实应该跟你说清楚，但是我又找不到一些合适的时机，然后或者说是在很多关键时刻，其实可以说出来，比如说那天晚上咱俩吃饭的时候只有咱俩嘛，其实也是可以当下很勇敢的跟你表达，但是我总感觉好像就是如鲠在喉，对。就感觉要不待会儿再说，结果就是每一次都会被其他的事情被其他事打乱打破这种感觉。所以直到昨天晚上说出来以后，我其实也是如释重负，爽的，我能明白。对。然后我们才有像今天这么轻松的可以把今天真好这些事情都说出来的这种感觉。就还是那句话嘛，如果我们真的是说考虑长久的恋爱的话，其实这个时间是不太够的。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去了解彼此。但是呢，像这种表达的这种事情，并不一定去祈求一个结果。就像我最开始说的，我跟你表达我对你的好感之后，我不期望说你必须得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馈，好像你不跟我说啊，我也喜欢你，我就表达亏了一样。这是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今天就是聊了挺多的，他直准的戳到了我这个心态和行为，他也能理解我，然后他也能比较包容我吧。所以当时他说下这个话的时候，就是着实实的有给他加到分吧。我现在对他的好感的确增加了，而且会想要去主动了解他。中午吃饭了。开动。活过来了。刚刚总觉得哪不对，之后发现是猪瘾犯了。我不吃这个东西。对。谢谢你。你吃一半蛋。生病要补充点蛋白质。我不吃，我吃不下。娃菜。你吃吧。应该是你吃。你吃吧。我不吃娃娃菜，给。你为什么不吃娃娃菜？因为你赶紧的，快点。因为你吃我就不吃。对，我知道，你吃吧，我不饿，是吧？给你来点这个拌面，就一口啊。这个是，它应该叫虾粉拌面。我可以，我搅一下。你搅吧。别用我的筷子搅，我的筷子没关系。不行，我的筷子不太安全。你把上面的料都给我了，不知道你在吃。对，我不知道你在吃啥。没事，我喜欢吃清淡的面。你是懂安慰人。怎么样？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很香的，它里面应该淋了很多香油的那种。你爱吃就好。就你现在挺会说话。我有一个高中同学，非常喜欢吃番茄炒蛋，但是不吃番茄。番茄炒蛋我吃的就是番茄，我觉得番茄有味道，但是不吃蛋。也没有不吃吧，他吃很少，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家炒，我只炒番茄。那挺好的，那以后你吃西红柿，我吃蛋。所以你那个同学就是你是吗？你跟我是同一届的是吗？应该是啊。哪一年上大学？2011。啊，11。你是10是吧？对，你比我晚1年。那你算读书早的。你在你们那届应该算比较小的，对吧？
我入学的时候可瘦小了。哦，是吗？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站在最后一个。真的吗？对，我左右看的时候，两边都没人。哎，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个呀？你这个在北方也算很高呀，1.72米呀。我这个头小学毕业就已经长完了，啊？就172。哇，那你那时候好高的。我就是小学这几年后面长得很快，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不是说我吃东西我还不喜欢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吃的很素。然后有段时间就是我每天晚上腿疼到睡不着觉，就腿骨疼，因为缺钙吧可能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妈不懂，我那时候腿老疼，然后不带我去医院看吧，然后自己推断，以为我很小的年纪得风湿了，然后老是半夜出去给我买风湿膏，贴风湿膏。就如果那个时候给我补补钙的话，我说不定可以长到个175、176了。我小学毕业时候1.71米。哦，那你已经算高的了。我算是比较稳步的成长，没有那种一下子就一直算还可以的，但都没有特别高。我觉得跟我几次受伤有非常严重的关系。我可能就是那种比较脆，对，玻璃属性拉满。你笑什么？哪句话又戳中你的笑点了？玻璃脆皮猴哥，脆皮猴哥。哎，为什么乳鸽的全名是？我这第一次听说这个。我之前一直就以为它叫烤乳鸽。哦，因为它的皮很脆，对不对？好吧。哇，你吃的很可以，没白来，真的没白来。光盘行动，吃饱了。OK， 看现在几点了，咱们争取早点回酒店休息。永远就是找不着这个。哦哟，谢谢。服务到位吗，老板？太到位了。那你可以把我招进去吗？我给你打赏一点嘛。好，走吧。帽子扣好了。给。还挺好吃的，比以前的好吃了。好多年没吃过这个东西。看咱们拍的。哦，可以，你这个拍的比我拍的好。这张我觉得都。一会儿分享给我。好。你会分享吧？你教我就会吗？张月的。哇，还有星星这么远。今天13。我先看我这个水平吧。不知道在拍什么。行，你以后就我觉得应该静静的在旁边当个美女就可以。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就是花一些时间学习一下，不管是摄影还是被摄影。对。